美国前国防高层官员讨论赖清德演讲原文，战争没有赢家，并不真实。中国赢得了内战，他做到，可能他会再次这样做。看我们如何得到加州跟德州，完全不演了打得赢就拿得到的东西，那为什么不打？来自外国的标签，同情强言辞，没办法保护你们。你如果不再加强自我防卫，抵抗中国的攻击，标签是无法保卫里面隐含着中国即将攻击的可能。如果中国没有即将攻击的话，干嘛需要讲这个？国际的各个民主盟友跟中国之间的关系千丝万缕，为了台湾而放弃跟中国之间的利害因素，懵了。民主的团结不能在没有军事力量的情况下保护台湾，没办法为乌克兰提供资源，他将如何保护台湾？乌克兰在这里，这里是欧洲，能不支援吗？台湾为什么要坚定不移的支持乌克兰？4个字：精神粮食。耐心的继续大内宣，是没有办法保护你们。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美国的前国防高层官员叫做柯博吉，讨论赖清德的演讲原文，这个人是绝对的鹰派哈，你请放心。他呢把他有人翻译了哈，括号里面的是他引用赖清德的原文哦，那这个是他推特上发的，所以这些都是有依据的，都不是乱写的哦，不乱讲的。我们来看一下他怎么讲哦，这是美国人的观点哦。台湾必须更加重视自我防卫和抵抗中国的攻击，来自外国的标签，同情强言辞，没办法保护你们。你如果不再加强自我防卫，抵抗中国的攻击，标签是无法保卫里面。这句话的背后隐含什么？隐含着中国即将攻击的可能性嘛。如果中国没有即将攻击的话，干嘛需要讲这个？那当然意思是说，你耐心的继续大内宣，继续讲一些有的没有的，是没有办法保护你们。这个是美国的强硬派官员哦。好，但是你可以观察，因为他会台北 Times 哦，就是自由报系那个台北时报台北 Times 哦，就英文版的啊，他会引用哈。和平无价，战争没有赢家啊。遗憾的是，第二句话并不真实。中国赢得了内战，并且认为他做到的，如果可能，他会再次这样做。说句公道话，我们美国人也会，就看看我们如何得到加州跟德州。完全不演了美国人怎么得到加州跟德州？就是打墨西哥嘛，打了一下，得到加州了，再打一下得到德州了，想尽办法吃干抹净墨西哥，把墨西哥最有价值的领土统统赶来吧。这个是老美的前官员评价赖清德的讲话而且呢，他是什么？他是国防官员，他是国防部前助理部长，他现在就转型成为这个智库也学者研究，打得赢就拿得到的东西，那为什么不打？打了再打，你打一次加州干走了墨西哥大部分领土，再打一次就赚到德州的领土啊，很现实。美国人是现实主义，他很清楚啦，他是这样，这是美国人理解问题然后再来，这是赖清德原文我们将持续与民主国家形成民主共同体，让台湾成为民主世界 MVP。民主的团结不能在没有军事力量的情况下保护台湾，欧洲甚至没办法为乌克兰提供资源，他将如何保护台湾？讲得很 real， 所以我一直讲乌克兰问题一直跟台湾有千丝万缕，不管是它的模式，不管是它的影响，不管是它的消耗，都跟台湾问题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这也就造成最后美国决策台湾跟乌克兰是绝对不一样。那不一样在哪里？都没有人告诉你不一样在哪里。大部分讲的都是不一样，说它是主权国跟非主权国等等等等。还有一点绝对不一样，我们讲的台湾人讲的国际就是美国、日本、美日韩加欧洲，大概就是这样。努力支援乌克兰的欧洲会支援台湾，可是我跟你讲，乌克兰在这里，这里是欧洲，他能不支援吗？欧洲在这里，台湾在这里，在大陆的最东端跟最西端我们不仅在大陆，我们还大陆的外面，我们在海上，他们是欧洲连结。这也显示了一个台湾现在有一些人的缩头乌龟情绪，就是为什么要坚定不移的支持乌克兰？因为4个字：精神粮食。因为如果乌克兰输了，代表台湾也赢不了。乌克兰快输了，那台湾人一定会切割乌克兰，说乌克兰太腐败，是因为他们腐败不够团结，所以他们输了。但至少现阶段还没办法切割的时候，就说乌克兰要支持乌克兰，要力挺乌克兰。我说不一样，所以你看老美说为什么不一样？欧洲连乌克兰都不够，无法支援到底了，更何况如何保护台湾呢？好，再来他继续吐槽，他说台湾这个也是一样引用赖清德的文章台湾走过了战后艰辛的道路，没有人愿意让战争摧毁他一切。国防部的助理部长，所以他是懂军事的我要再次强调他讲什么？他说中国显然已经准备好这么做，他正在动员其军事力量达到这个目的。普丁之所以不会停止，是因为乌克兰已经受损，因为当乌克兰已经受损了，那就没有什么好 care 乌克兰烂不烂的问题了嘛，这就是关键嘛。为什么很明显的俄乌战争分成了2个 part？ 第一个 part， 俄罗斯叫做极限
快速动员作战，目的是在逼和乌克兰，反转乌东的形势。可是俄罗斯失败了。俄罗斯失败之后，有所谓的哈尔科夫大捷、赫尔松大捷，逼得俄罗斯放弃了在第聂伯河对岸的赫尔松，然后呢，一定程度的退缩到卢甘斯克跟顿涅茨克很小块的地方。可是当俄罗斯卷土重来之后，他已经完全不演，什么东西都拿来打了，白磷弹，对不对？极速炸弹，甚至动辄威胁要动用战术核武。他最近打哪里？他最近打哈尔科夫啊。哈尔科夫是乌克兰第2大，也是重工业城市，理论上过去是乌克兰最有钱的城市，最近在打哈尔科夫了，所以已经打到这一块了，大概就我滑鼠画这。既然已经受损，那就是要打到底啊，所以两岸就会陷入一样的状况，这是美国人的认定啊。如果一旦开打，那就是打到底，要么不打，要么就打到底，这只有2种可能。因为打了就受损，受损就要重建嘛，那既然都要重建，那就是全部打完重建。对岸的那个军事大 V 啊，我看到好几百万追踪的，500-600万、700万追踪，他就直接说台湾需要格式化，他直接这样讲哦。国际间已经有高度重视，认为台海和平的稳定是全球安定繁荣不可或缺的要素，直接吐槽这与他们实际为台湾而战不同。事实上，接受现实的诱因很大，很客气啦但是呢，意思是这些所谓国际的各个民主盟友跟中国之间的关系也都是千丝万缕啊。为了台湾而放弃跟中国之间的利益因素、利害因素，习近平跟普丁见面这一次造成了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我刚才前面所讲的嘛，习近平跟普丁的见面直接促成了赖清德讲考的激化嘛，因为美国人发现不能再等了，就赖清德的主观期待是不能开战嘛，因为开战代价大到中国接受不了嘛。那中国的想法是在美国人认知里面是相反的，一旦开战，那中国就不会计较那些损失，因为那些损失其实并不那么的严重，而现实上大家更愿意接受变动后的现状，除非中国太拉垮。那就算俄国这么拉垮好了，问题是现在似乎乌克兰是真的快撑不住了。就在上个月，台湾也完成了印太安全补充拨款法案的立法，将提供印太区域额外的安全援助，支持台海和平稳定。它就是有照抄而已，对不对？它只是把它翻译啊。Just this month, the United States made into law the Indo-Pacific Securities 总不能像破音的吹哨者一样，下一次你也吹了。哎呀，聪明人啊，真是聪明人啊！对，他真的没写，他就写了这一段，我还以为是漏翻译的。对，周明轩大陆玩的好，第7点，这对台湾来说是一场灾难，而且呢，它将非常需要的资源从亚洲调配到欧洲。台湾这种支持补充资源真的是在伤害自己这个是第7点，他另外做了一个评论，他这里没有引用赖清德的话。那第8点每个人都察觉到台湾对自己的防卫不够重视，这个已经后面他的评论连增援预算的支持者也不例外这意思就是说什么？台湾的对支持这种补助，这是一种灾难，他把资源从亚洲调配到欧洲也就是支持乌克兰的部分台湾人民热爱和平与人为善，问题不在这个，问题在台湾人民对保护自己有多少决心和努力这让我想到 Ross 在讲话了。好，再来，我们必须展现守护台湾的决心保卫台湾国家意识，健全国安法治直接来一个 Let's 问号哇，这人真的很直接还有更好的方式吗像这样丘吉尔，我们将在沙滩上战斗，或者呢，纳坦雅胡给了金句，以色列人准备好指甲战斗，用指甲战斗的准备，意思是台湾人应该要坚决的捍卫自己。各位国人同胞，我们主张中华民国台湾的未来由2300万人共同决定，我们不这么认为，可能最终由北京决定哇，这是吃了诚实豆沙包吧？我天哪！2017到2018担任美国国防部战略与军力发展助理副部长，这简直是这样。所以下面评价说，敢批评伟大的就职演说太粗暴了吧？这什么东西啊？这什么东东？Will be decided by OK， 这什么？这怎么翻译啊？Republic China Taiwan 这是不是要一杠还是什么？